爱情故事都是美好的嘛，情人眼中能容得下沙子吗？今天一言堂故事会给您带来一个故事。我费尽了心思，终于将韩雨薇追到手，可她太高冷了，即使成为我女友，对我依旧是惜字如金，不冷不热。直到我翻开她的笔记本，在一个命名为一点光阴万千愁的文件里，看到成千上万张男人的照片，这一刻我才知道，她并不是冷，而是我不够好。我心灰意冷，选择放手离开，可他却和疯了一样，满世界找我。我面对着电脑沉默良久，以至于忘记了帮韩雨薇处理工作文件。那文件夹里数不清的照片，每一张好似都在嘲笑我，不断抽打我的脸。开门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，我急忙合上了电脑。韩雨薇拖着疲惫来到书房，见我坐在电脑面前发呆，问道：文件做好了吗？看着他那精致的面容，窈窕的身材，我忍不住的说话有些颤抖。曾经他是我梦寐以求的存在，为此我甘愿付出全部，而现在我的心却很沉重，那重量让我难以呼吸。我颤抖道：今天的文件没做，我不在状态。那你赶紧让开。韩雨薇带着一丝不悦叫我走开。我看了一眼他那依旧冰冷的面庞，心里不禁联想到，当他深夜面对文件夹里那无数照片的场景，他会对着照片相思，还是傻笑，还是遗憾？算了，不重要了。不管他如何对待这些照片，但他对我只有这冰冷。哪怕我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，也不能改变这一切。我带着疲惫离开书房，走到门口的时候，韩雨薇的声音传来：你今天好像特别累，实在撑不住的话，下半夜你就不用去了，我自己去照顾父亲。好，我真的很累。我点头同意。韩雨薇惊讶地看着我，也许她没想到我真的会同意不去医院。若是以往，哪怕24小时不合眼，我都要去医院帮她照顾生病的父亲。那时候再苦再累，我都觉得这一切的付出很值。只要看见她，我就会觉得甜丝丝的。那时候的我就如同钢铁机器，不知疲倦为何物。而现在我很累，真的身心疲惫，从未有过的疲惫感席卷我的全身，提不起一丝一毫的精神。你去睡吧。韩雨薇只是略微惊讶我的表现，但她依旧那么冰冷，转头便开始了工作，仿佛我也不是那么重要。也是啊，那10000张照片就已经说明了一切。她的冷只是用来对我，而不是对别人的。我自嘲一笑，来到卧室，无力地躺下，可我却怎么也睡不着。韩雨薇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，父亲就是她唯一的亲人。她父亲生病之后，为了方便照顾她父亲，我在医院附近租了个房子，我们轮流去医院照看她的父亲，我后半夜，她前半夜。可她的父亲离不开医院，时间一长，问题就很多，不仅是钱，还有时间。这2样，无论哪一个都折腾得韩雨薇精疲力竭。我不忍心看她备受折磨，为了更好地帮助她，我甚至为此辞去了工作。我将大多数时间都用来留在医院照顾她父亲。韩雨薇曾和我说过，父亲和工作，她只能2选1。可其实她不能没有工作，否则就无法支撑父亲那高昂的医药费。可如果工作了，又有谁来整天整夜地照顾她父亲呢？我只能将自己的时间和青春全部奉上，这才弥补她的选项。可即使我如此牺牲，却也比不上她的前任。一直到深夜，听到她走进卧室的声音，我急忙闭上眼睛，假装睡着了。她走到我面前，似乎有话要说，可却始终没有开口。片刻之后，韩雨薇离开，外面传来关门的声音。我这才睁开眼睛。我并不喜欢哭，可眼睛似乎被沙子迷住了，变得模糊。我辗转反侧，直到凌晨2点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起身，开车，来到医院。病房里，韩雨薇趴在她父亲的病床边睡着了，看得出来她很疲惫。韩叔叔还没睡着，满脸心疼地看着自己的女儿。见到我前来，韩叔叔做出一个小声点的动作，示意我不要吵醒韩雨薇。接着他让我扶着她去洗手间。来到洗手间后，他拉着我的手：林春成，你们俩是不是闹矛盾了？叔叔，没有这回事，您安心养病。
我急忙解释，可他似乎还是看出来了。韩叔叔叹了口气：“我女儿啊，她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，也因此性格变得很怪，不怎么爱说话。她要是做错了什么事，你得见谅。”不等我回话，韩叔叔忽然流了泪：“都是我，也都怪我不好。年轻的时候，我赌钱，弄得妻离子散，以至于微微从小就失去了母爱，吃尽了苦头。而现在，我又窝囊地躺在这里，我这一辈子都在拖累微微，我真不是东西。有时候我在想，我干脆死了算了。”我急忙扶着韩叔叔，摇头道：“韩叔叔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你不为自己想想，也得为韩雨薇想想。你要是就这么走了，她就会真正的孤苦无依，在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了亲人。”我尽量想去安慰韩叔叔，可结果最后我和他抱在一起痛哭。他是心疼他女儿哭，而我却是因为他的女儿心疼别人而哭。这一刻我真的很痛苦，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抉择。当我和韩叔叔走出洗手间时，韩雨薇已经醒了，看到我跟他爸一起出来，有点惊讶，但他略显疲态，不冷不热地对我问道：“你不是说很累，今晚不来了吗？”我还没等我回答，韩雨薇观察到我和韩叔叔的眼眶，问道：“你们怎么一个个眼睛通红的？怎么了？”“没事。”韩叔叔推开我，自己强撑着走向病床，躺下之后，他说道：“薇薇啊，你和林春成都回去吧，我现在挺好，完全可以照顾自己，不需要你们每天过来熬夜陪我，我自己一个人没问题的。”“爸，你又嘴硬。”韩雨薇很是不满。可我却收到了韩叔叔的眼神指示，他叫我带韩雨薇回去。我犹豫了一下，伸手去拉韩雨薇的手。当我触碰到她的手后，我明显的感觉到她有些抗拒，想要抽开，可我没给她这个机会。我紧紧握着她的手，说道：“叔叔也是担心你熬垮了身体，你要是病倒了，以后就真的没人照顾她了。回去休息吧，我留在这里，你放心就是了。”韩雨薇看向我，欲言又止。他总是这样，让我感觉他既熟悉又陌生。以前我不理解他的这种行为，只以为他就是这么冷的性格。而那10000张照片让我终于明白，他并不是真的冷。无论我为他付出多少，或许他都依旧心心念念那10000张照片。也许他愿意和我在一起，也是迫不得已的吧。毕竟他需要有个人帮助，才能有喘口气的机会。而我就是那个甘愿这么做的傻瓜。你们俩一起走。韩叔叔忽然开口，打断了我和韩雨薇之间的目光与沉默。爸，没人留在这儿，万一有点事怎么办？韩雨薇说道。你一个人在这里，我不放心。别废话。韩叔叔不高兴地叫道，叫你们俩走，就立刻给我走。对了，春成，你明早来的时候带一副象棋，我闲着挺无聊的，明天我们下象棋。好的，韩叔叔。我答应了，没做任何犹豫，拉着韩雨薇离开医院。一路上他很抗拒，来到我的车里，他才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为了我付出了很多，你这段时间每天熬夜也很。”他咬了咬，似乎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表达。我直接抱住他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。你没看出来吗？你爸也是这个意思，所以才让我俩一起离开。”接着我想要吻他，可他却躲开了。他的躲闪让我的脑海里再次布满了那数不清的照片。韩雨薇的前任我也知道，他名叫陆明宇，曾是大学里公认的才子，不仅长得帅气挺拔，而且精通钢琴。每一次学校的文艺汇演都有无数女生为他而尖叫。虽然我是听说的，但似乎当时韩雨薇曾和他在一起。但仅仅不到2个月，陆明宇就出国深造，而我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对韩雨薇展开了猛烈的追求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我。他同意做我女友的那晚，我和他坐在足球场中，他靠在我的肩膀上，让我不要动，就这么静静地让他依靠。我当时激动坏了，也没多想。可后来他的一位舍友开玩笑说：“林春成，你不觉得你和陆明宇长得有些像吗？”我当时没当回事，同样开玩笑道：“陆明宇那么帅，我哪里能比得上人家一根小拇指？”现在我明白了，韩雨薇只是将我当作是陆明宇的替身，我仅仅只是个可以让他回忆的替代品而已。我是有多么傻，
连韩雨薇的舍友都看出来了，只有我傻乎乎的乐在其中。回去吧。韩雨薇给自己系上了安全带，眼神看向窗外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开车到了家。韩雨薇难得的主动问我饿了吗？我去给你做点吃的。不用了，我很困。我说道。那你先去睡，我做好了再叫你。韩雨薇转身走进厨房忙碌。我沉默了良久，再也忍不住开口问道：韩雨薇，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？韩雨薇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，她并没有回头。为什么要这么问？我看到了。我的声音很低，我看到了你电脑文件夹里的那些照片。啪嗒，盘子从韩雨薇的手中掉落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这声音对我来说好似惊雷，我的心也随着这一刻变得粉碎。他没有回答，我也不需要回答了。一个人躲在被窝里，忍不住地回想起过去的一幕幕。一直到凌晨，韩雨薇走进了卧室，她坐在我的床边，沉默了良久，这才说道：我从来没有把你当做她的替身，留下那些照片有其他原因，你相信我吗？她回头看向我，我假装睡着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我想放弃了，我真的很累，可我又是那么舍不得。我知道你没睡着。韩雨薇看着我说道：那些照片我其实早就该删除了，只是你也知道，我父亲的病情已经让我焦头烂额，我真没时间再想其他的事情。如果你很在意，我现在就可以把那些照片删除了。听着他不断的诉说，我再也装不下去。我睁开眼睛盯着他：你能放得下？我有什么放不下的？他又不是我的谁。韩雨薇靠近了我，吻了上来，这是他第一次这么主动。他钻进了我的被窝。我要也只会和你在一起，要结婚你也是第一顺位。韩雨薇这么说，但我心里想，陆明宇是第二顺位吗？我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口。几个月后，韩雨薇的父亲终于出院，为了照顾他，也为了方便就医，我们依旧留在出租屋内。眼看就要到11假期了，韩叔叔再三催促，让我叫我父母一起来吃顿饭。他说他有很多话想和我父母面谈。我心里清楚，韩叔叔虽然出院了，可医生说他撑不了多久。他自己也清楚自己的情况，他想见我父母，是想做最后的交代。如果顺利，他们就会谈及我和韩雨薇的婚事。我握紧了韩雨薇的手，点头答应。11假期转眼来临，一大早我便去买了很多菜。我本打算和韩雨薇一起下厨，可韩叔叔将我和韩雨薇推开，叫我们哪凉快哪待着去。他说他要下厨，好好招待我父母，也让我尝尝他的手艺。我爸妈也如约而至。见到韩叔叔一个人在厨房忙碌，我妈骂我不懂事，去了厨房帮忙，可还是被韩叔叔推了出来。我妈有些尴尬，只好拉着韩雨薇聊天。韩雨薇很不自在，手机没电了，她让我拿去充电。我拿着手机来到卧室，刚接上电源，她的手机里出现了一条信息：在吗？我回国了，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？当时约定等我回来，如果我还没娶亲，你也还没嫁人，我们就公开把事情处理了。看着这一条条的信息，我差点将手机给扔在了地上。这个头像上照片我再熟悉不过，是陆明宇要回来了。他倒是会选时候，早不回来晚不回来，恰好在我和韩雨薇关系就要更进一步的时候，他要回来了，而且是带着曾经的约定回来。我不知道韩雨薇看到这些他会怎么选，我也不敢想，可事实终究是无法回避的。手机铃声响了，是陆明宇见这边久久没有回信，打来了电话。是啊，该来的总会来，就算我自欺欺人，可终究是要面对。我拿着手机来到客厅，见我出来，我妈不高兴地问道：春成啊，你去房间这么久干嘛了？我没有回答老妈，将手机交给韩雨薇：有人给你打电话了。电话已经挂断。韩雨薇看了看来电显示，又看了陆明宇发来的信息，神情变得恍惚不安。怎么了，薇薇？你这是有事情吗？我妈关心地询问道。韩雨薇脸色有些苍白，她低声说道：我公司领导找我有些事情，阿姨，我得出去打个电话。哦，工作要紧，你快去。我妈笑呵呵地点头。我看着韩雨薇拿着手机走出大门，这一刻我心如刀绞。她在撒谎啊！不是她的领导找她，
他是要给初恋回电话，也许接了电话之后，他就要去再续前缘。春城，春城，我妈叫了我好几声，不满道：“你今天怎么心不在焉的？紧张了吧？”我爸乐呵呵地笑道：“我们今天也算是第一次正式的双方家长见面，孩子紧张一点也正常。”那倒也是，韩雨薇这丫头真不错，知书达理，人又漂亮。我妈开始不断地夸奖韩雨薇，显然她很满意。可我只能静静地看着大门，等待韩雨薇做出选择。足足过了1个小时，韩雨薇的电话这才打完。她进门的时候脸色不是很好看，她很心虚，不敢与我对视。薇薇，电话怎么打了这么久？快来坐，准备吃饭了。我爸妈以及韩叔叔3人乐呵呵的，脸上笑容洋溢。我的脸色却不好看，而韩雨薇的脸色是从未有过的慌张和不安。她坐下之后，我妈立刻给她夹菜。韩雨薇咬了咬红唇，抬头说道：“叔叔阿姨，实在不好意思，领导说有个重要的文件，让我无论如何也得去公司一趟。我不能陪你们吃饭了。”她又在撒谎了，可我却没有揭穿她。我爸妈虽然有些失望，但也不能说什么，只好说年轻人工作要紧，让他赶紧去。韩雨薇离开之后，我的心跟着跌入谷底。见我心不在焉，我妈笑道：“林春成，你是不是不放心薇薇一个人去加班啊？”我看向老妈，妈，我想去陪着她一起加班。他们公司的领导也真是的，中秋节还叫员工加班。老妈抱怨了一声，然后看向我，说道：“你去吧，路上注意安全。”好，我迫不及待地起身离开。我爸见我这般的匆忙，乐呵呵地笑道：“这孩子像我，知道心疼人。”接着，我爸乐呵呵地向韩叔叔吹嘘道：“不是我吹，要是薇薇和我家儿子走到一起，以后肯定不会吃苦。”我开车一路直奔机场，在人群之中，我不断地寻找。终于，我在出租车等候区看到了拥抱在一起的韩雨薇和陆明宇。我瘫坐在了地上，这一刻，我想死的心都有了。也怪我自己太傻，本就不该抱有希望。韩雨薇上次说她会删了照片，可前天我帮她整理工作文件的时候，发现那些照片还在。我昏昏沉沉地开车回到家，爸妈都还在。见我神色不太好，我妈一脸关心，询问我怎么回事。我只说累了，先休息。这一觉睡得出奇的香，从下午一直睡到早晨5点，这才睁开眼。我起身打开韩雨薇的房门，她果然不在。也是，她的爱人都回来了，我还算什么东西呢？我不过就是个单纯的舔狗而已。我不再有任何奢望，拿起行李箱开始打包行李。6点多的时候，我收拾好了行李，推开离开。打开门的那一瞬间，我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。门外站着的是韩雨薇以及她传说的初恋陆明宇。我简直不敢相信，韩雨薇就这么迫不及待地要将初恋带回家。韩雨薇看见我拖着行李，一时瞪大眼睛，她神情有些慌张：“你要去哪？”我紧紧盯着韩雨薇，也不知道为何，她此刻的神情竟然比我还要慌张，甚至有些手足无措。也许我突然要离开，让她很意外吧。我无力地说道：“我去哪还重要吗？”“你什么意思？”韩雨薇盯着我，她试图想要伸手拉住我，我没有给她机会。我已经受够了，也累了，不想再这样下去。与其活在痛苦之中，让彼此都不自在，倒不如我主动离开。我推开韩雨薇，从她身边穿过。就在我准备下楼梯的时候，陆明宇叫住了我：“林春成，你是不是对我和韩雨薇有什么误会？”“误会倒是没有。”我停下脚步，冷眼看向陆明宇，冰冷道：“但我早就想要会一会你了。”砰！不等陆明宇做出反应，我直接一拳打在他的脸上。我这一拳很重，将他的嘴角都擦破了血。可陆明宇并没有还击，他将双手放在口袋，依旧一脸的绅士形象。“我想你误会很深。”“误会你个头！”我再次举起拳头。韩雨薇却冲了过来，将陆明宇保护在身后。他满脸失望地看着我：“林春成，你怎么可以这么鲁莽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”看着韩雨薇毅然而然地挡在陆明宇身前，我低下头。我是个失败者，
如今这样的无能狂怒，只会让自己更加狼狈而已。也许在陆明宇眼中，我就是个笑话，傻乎乎的为他照顾韩雨薇这么多年，到头来什么也不是。你现在应该向陆明宇道歉。韩雨薇冷冰冰地看着我，态度坚决。我摇了摇头，我是不会向他道歉的。我也知道你会很失望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再见吧。我转身离开，身后传来韩雨薇叫声：“林春成，林春成，你给我站住！进去，我们把话说清楚。”我并没有回头，这一次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心中再也没有那种无法割舍的感觉，仿佛随着刚才那一拳，一切都平静了。一直到我上了车，踩了油门，通过后视镜看到韩雨薇追了出来，她不断的追逐，似乎想要说什么，可我没有停车，也没勇气停车。车子行驶在路上，韩雨薇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的打来，我自嘲一笑，笑自己也笑韩雨薇，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，何必呢？我直接将手机关机。回到家，爸妈见我是带着行李回来的，一个个很意外。老妈问道：“儿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”见我没吱声，老爸在旁边摇头道：“你也太笨了，没看出来吗？儿子肯定是和薇薇吵架了，我昨天就看出来不对劲了，他们两个都很不对劲。你们让我安静一会儿行不行？”我看向爸妈，两人摇了摇头，没再说什么，退出了我的房间。一直到中午饭的时间，我妈来敲门，叫道：“小易，快出来了，吃饭了。”不吃，我叫道：“你出来。”老妈不耐烦地叫道：“薇薇也来了，她好像哭了，你快出来，你们俩之间到底怎么回事？出来说个清楚。”我的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，她来做什么？我走到门口，伸手按着门把手，却始终没将门打开。我不敢，我没勇气，我从来都不知道，原来自己面对感情是如此的懦弱。开门啊，儿子！老妈的叫声再次传来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刚打开算开门，可这时候外面却传来了韩雨薇的声音：“林春成，你开门，有些事我们要好好的谈谈，有些事我必须私下跟你说清楚。”听到韩雨薇的声音，我好似触电，我后退几步，再也没敢去开门。我怕了，我不想再过以前那种生活。林春成，你太懦弱了，你不开门，是你不敢面对我，你都不如我一个女人。韩雨薇的叫声不断传来，我蜷缩在墙角。她说的没错，我真的不敢面对。也许我如今就是一个受了惊吓的小刺猬，浑身的刺，但却又那么胆小。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，韩雨薇的声音渐渐听到我妈在和韩雨薇说话。这孩子就是这个样，遗传他爸身上一堆臭毛病，一旦心里有认为是什么，雷打不动，连讲都不愿意讲。有时候真的会气死人。薇薇啊，我们去吃饭，不管他，你别担心，有什么事情我和你林叔为你做主。我爸不好意思地招呼着韩雨薇，我更生气，为什么他们不是站在我这里的？一直到了下午，韩雨薇的声音再次传来：“林春成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可有些事并不一定是你想象的那样。既然你今天不愿意见我，那我明天再来就是。有些事情是必须你我好好当面说。他明天还要来，我的天呀！”我听到这话，也不知道为何，心里觉得很纠结。我走到门边：“你明天可以不要来吗？你都已经找到他了，还来找我干什么呢？”韩雨薇沉默片刻：“是你想多了，等你心情好了，我再来。”听着脚步声渐渐远去，我打开了门，韩雨薇已经离开。我走到厨房的窗户边，看着楼下她的身影。突然，她回头朝着我家看了过来，我吓得急忙躲开。不对，我没做错什么啊，为什么我要躲呢？该不好意思的，该羞愧的，应该是他吧。半夜，我趁着父母睡着，留下一张纸条，悄悄离开家。我独自来到大学所在的城市，也许在这里，我就不用那么害怕，也不需要再去面对什么，只是偶尔走在大学的校园里，会回忆起曾经的点点滴滴。走到那棵久违的松树下，我停留了很久，依稀记得那时候韩雨薇经常和我一起坐在这棵松树下，她依靠着我的肩膀，问道：“如果有一天我们分手了，你会很不开心吗？”那时候我很天真，
但现在明白了，我在韩雨薇眼中，其实一开始就只是陆明宇的替身。分手是迟早的事情。我苦笑一声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会不开心，但祝你幸福。”林春成。就在我失魂落魄地回忆过去的时候，旁边传来一道惊讶声。我侧目看去，那是一位齐耳短发女生，她手里拿着书，看着我又惊又喜。林春成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？她叫张碧芬，是曾经韩雨薇的大学舍友，也是感情很好的闺蜜。我微微皱眉，我只是想故地重游一下。真是太好了，我好久没见过老同学们了。张碧芬很开心，来到我旁边坐下。对了，你一个人来的？难道还能是2个人？我问道。韩雨薇呢？张碧芬问道。分手了。我低下头，见我很失落的样子，张碧芬笑道：“别这么愁眉苦脸的，既然回母校了，那就开心点。正好到了饭点了，我请你去食堂吃饭。你都快忘记食堂的味道了吧？”张碧芬很会带节奏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她超爱学校食堂的饭菜。她毕业后还继续在母校任职，说是这样就不用再找吃饭的地方。我被她带着节奏，渐渐聊开了话题。只是来到食堂，我不免再次想到那时候我和韩雨薇一起在食堂吃饭的场景。那时候我也和张碧芬一样爱说话，可韩雨薇却说：“如果你能像陆明宇一样安静一会儿就好了。”那一次之后，在食堂吃饭的时候，我变得沉默，尽量不再去打扰她。如今物是人非，张碧芬见我发呆，笑着问道：“又触景生情了？”没。我急忙回避这个话题，可张碧芬似乎有意的说道：“那时候我们宿舍都能认为韩雨薇选你，是不是把你当作是陆明宇的替身？”我闻言立刻站起身来。张碧芬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，急忙解释：“别走呀，还真的是因为陆明宇吗？你也没说啊。我只是想说，当时你有够聒噪的，话说不停。但是不怪你，是我的错。”我看了看张碧芬，转身离开食堂。张碧芬却一直追着我来到食堂门外。你真的是食堂门口的大石墩，我都还没说完你就跑。你先给我一下你现在的联系方式，我还有其他事找你。我们互相扫了微信，然后道别离开。回到出租屋，微信传来韩雨薇的信息：“你在哪？”我几次想要回话，可是又将编辑好的话语全都删掉。很快，我妈打来了电话：“小叶，你去哪了呀？连行李都收拾了，你这是要离家出走啊？”“妈，我只想一个人静一静。”我回答了一句，然后挂掉了电话。不久，韩雨薇再次打来电话：“你在哪？我来找你。你给我在原地站好。我没来之前，你哪都不能去。”不了。我将电话关机，躺在床上很快的睡着。这一觉又是从白天到了黑夜，我这才发现，原来我的睡眠质量其实也挺好的，只是曾经我想的太多，以至于连大脑都忘记了休息。现在什么都不想了，挺好的。到了半夜，我打开手机，里面出现几十条信息以及几十个未接电话，有我爸妈打来的，更多的是韩雨薇打来，也有韩叔叔打来的电话。我没有回复，只是给我妈发了一条信息：“一切安心，您请放心吧。”很快，我妈就发来语音：“你赶快回家，然后让我抱孙子。那时候我有大孙子抱，才懒得管你呢。”听了我妈的语音，我笑了。老妈还是那么风趣。刚想要调侃一下，我突然发现微信里多了一个群，那是大学同学的微信群，是张碧芬将我拉进来的。点进群里，他们在商议着过几天同学聚会的事情。张碧芬几次在群里艾特我，问我去不去。就在我翻看聊天记录的时候，一个新的成员被拉进群。这微信头像我再熟悉不过了，是韩雨薇。我吓得丢掉手机，然后又慌忙地捡起，想要退出群聊。可韩雨薇似乎知道我在群里，并且艾特了我：“林春成，我知道你在，你回句话，你他妈的就算要分手，我们也得把话说清楚，再跑给我逮到，我卸了你的腿。”韩雨薇的信息顿时引起同学群的各种看热闹。怎么回事？是韩雨薇进群了。林春成和韩雨薇分手了，韩雨薇追到群里来了，
肯定是林春成甩了韩雨薇吧？这群人真的跟以前都一样，超爱吃瓜，只要瓜不在他们身上就好。紧接着又一人被拉进了群聊，我仔细看了一眼，是陆明宇。陆明宇进群后就发了个笑脸，我再也没犹豫，直接退出群聊。不等我放下手机，韩雨薇再次发来消息，我知道你在，你说句话行不行？是不是因为我去机场接陆明宇，你才这样？你回来，很多事情我们需要说清楚。韩雨薇的消息不断传来，我看着手机，双手有些颤抖，完全搞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。分手不是很好吗？分手不正是他想要的吗？分手了，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和陆明宇在一起，再也不用每天对着电脑里的那上万张照片苦苦相思。正如他为那文件夹取的名字，一点光阴万千愁。没等我多想，一条添加我好友的请求出现，是陆明宇。备注信息：我是陆明宇，林春成，你肯定是有很多误会，我想我要向你解释一下，你啥都不知道就揍我一顿，那也得给我机会说句话吧。看到这条消息，我直接关机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刚开机，一个电话就打了进来，是张碧芬的电话。林春成，你和韩雨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韩雨薇昨晚打电话给我，她哭了，她说了一些你们的事情，还请求我无论如何也要帮她。她让我说出你的地址，可我也不知道你现在住哪。林春成，这次韩雨薇真的很伤心，你要不向她解释清楚？听着张碧芬的话，我沉默片刻。当你看到你的女友电脑有着上万张异性的照片，当你亲眼见到他们双向奔赴，紧紧拥抱在一起，你觉得还需要解释什么吗？张碧芬闻言惊讶道：这该不会是有什么误会？昨晚韩雨薇哭得可厉害了，我是她大学4年的室友，我太清楚她了，她很坚强，从未那样哭过。够了！不等张碧芬继续为韩雨薇说话，我打断她，说道：可以不要再提韩雨薇了吗？张碧芬犹豫了一下，说道：林春成，我还是觉得不管结果如何，你们还是坐下来好好的谈谈。你这个脾气从以前就这样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地雷不知道在哪，一碰到就炸开，这样会有问题。眼睛张碧芬还在说韩雨薇，我直接挂断了她的电话。很快张碧芬就发来一条消息：林春成，韩雨薇现在知道你的大概位置，她说她要来找你，已经在出发的路上，她似乎很生气，说逮到你要剥了你的皮。我闻言心里一惊，是了，通过微信她知道我在哪座城市，再通过张碧芬，她也应该大概能猜到我就在大学校区附近。不过即使如此，茫茫人海，她应该找不到这里来。想到这，我起床洗漱，出门转悠，联系附近的一个公司进行面试，我想在这里定居下去。第二天，我成功通过了面试。就在我回去的途中，我看到小区门口的柱子上贴了一个寻人启事，我也抱着吃瓜心态去看一下。结果看到照片，高矮长短，眼睛鼻子，那不正是我？我怎么也没想到，韩雨薇为了找我，居然到了如此疯狂的程度。寻狗就算了，寻前男友也太瞎了吧！我顿时心里紧张，再也不敢停留，不然给人认出来，还不当场社死。面试好的工作我也不想要了，只想尽快回去，然后再次远离这里，去韩雨薇永远也找不到的地方。可当我来到出租屋门口，还是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。看到韩雨薇站在我的出租屋门口，我的心跳似乎都骤然暂停了3秒钟，差点无法呼吸。我缓过神来，剧烈地喘了口气，想要掉头离开，可已经迟了。林春成，韩雨薇的叫声传来，我不敢回头，立刻朝着楼梯下奔跑。背后不断传来韩雨薇的叫喊声，我跑得很快很快，但是眼神的余光看到韩雨薇冲不到3步就摔倒在了地上。她坐在地上，满脸的泪水，目光恶狠狠地紧紧地盯着我，喊着：你给我过来！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过去，我只知道拼命地奔跑，因为我不敢面对，说什么再也不敢面对这段感情。我以为这次终于可以跑掉，可当我跑到小区门口的时候，却被早已经等在这里的陆明宇和张碧芬给拦住。林春成，陆明宇和张碧芬一左一右的紧紧拉着我。林春成，你够了，不要再逃了！天杀的！
你是兔子转生的吗？人家转生好歹当史莱姆，你倒好，有兔子腿。陆明宇冲我吼道：“你没资格跟我说话！”我甩开张碧芬，随后照着陆明宇就是一拳。这一次，陆明宇没有再绅士，他也对我动手了。我俩扭打在一起，鼻青脸肿，怒吼声不断地从我内心中发出。横刀夺爱的人，凭什么在我面前说三道四？我照顾韩雨薇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他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我日夜颠倒帮他照看父亲的时候，你又在哪里？现在好了，我们要结婚了，你出来跟他说要公开处理，处理我吗？老子是给你处理的吗？片刻后，韩雨薇一瘸一拐地走来，见到我和陆明宇互殴，他反而没有劝架，只是静静地看着，眼神就是充满着无奈，然后跟张碧芬在不知道说些什么。一直到我和陆明宇都各自罢手，死死地盯着对方，韩雨薇问道：“打够了吗？”他走到我身边：“打够了，就跟我回去。”“不用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”我擦了擦嘴角边的血迹，目光依旧死死盯着陆明宇。陆明宇此刻也和我一样的鼻青脸肿，他也在死死盯着我。林春成，你这个疯子，我就说你这人怎么不可理喻！我他奶奶的特地去找你，话都没说半句，你就给我来一拳！你是不是以为我跟韩雨薇有一腿？真他奶奶的有病呀！陆明宇的话让我听不明白了。韩雨薇跟陆明宇之前不是情侣，怎么可能回来说要公开？不是在续前缘吗？那上万张的照片，那手机里的消息，以及他们在机场的拥抱，一件件都在说明我就是个接盘侠，绿帽王。好了，你们都各自冷静，都跟我来，有什么话大家当面说清楚不好吗？张碧芬站在我们三人中间说和。在她的安排下，我们再次回到那个熟悉的校园。我们四个坐在篮球场边缘，看着正在打球的几个学弟，一个个默不作声。张碧芬几次尝试着缓和气氛，都以失败而告终。许久后，张碧芬咬了咬牙说：“我记得林春成和陆明宇打篮球都很不错，你们与其做打架这种无聊的事情，倒不如用篮球场一决胜负。”这一次，我没有丝毫犹豫地同意，好歹当年我也是篮球小王子，这可是我的主场优势。所以我目光死死盯着陆明宇：“你不会不敢吧？”陆明宇不屑一笑：“切，怕你是孙子。”我和陆明宇来到篮球场中心，找学弟们借了篮球，并向他们表明这是生死之战。学弟们顿时来了兴趣，纷纷围观。我和陆明宇的对决很激烈，激烈到四肢啥的都可以当武器，架拐子带球撞人，各种犯规，各种不合理。没有规则，只有成败，一副紫禁之巅，既分胜负也决生死。但毕竟现实跟小说不一样，我本以为我会赢，来上演个逆转胜，可最终我这几年还是没注意饮食跟运动，体能真的是跟不上想法了。而陆明宇在我投篮的时候，瞄准直接一脚将我踢飞去，还说了一句：“去你的有一腿！”他抢了篮球，投篮成功。看着篮球从球框里落下，我无力地坐在了地上。陆明宇高傲地看着我：“我赢了。”怎样？没等我回答，韩雨薇急忙走来，她推开了陆明宇，目光紧紧地盯着我。但我觉得是我家的林春成赢了，至少在我眼里，他是永远的战神，我永远都只崇拜你。不等我傻傻的不明所以，他抱着我痛哭：“春成，不要离开我，我喜欢你，发自肺腑的喜欢你。”我抱着韩雨薇，目光再次看向陆明宇。陆明宇耸了耸肩，大笑道：“卧槽，我2白干了一场，反正最后都会赢了。”他朝我伸出手了。这一次我选择同样伸出手，虽然我满头问号。晚餐我们依旧大学食堂，张碧芬请客，一副老娘包场，有本事你吃到吐。陆明宇说：“哎，大小姐，这是学校食堂，撑死也98，你在那装什么大款？”除了我，那3人笑成一团。吃了一阵子，韩雨薇说：“那些照片是很早之前的，是爱慕陆明宇的学妹请他保管的。后来毕业了，学妹就不知所踪，也没有说这照片要怎么处理。而韩雨薇她父亲生病，她除了忙工作就是照顾父亲，根本没时间多想，甚至已经忘记文件夹里还有哪些照片。但是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就想先放着，搞不好对方哪天来讨。
当我发现照片之后，他本打算删除，可后来着急处理工作文件，就忘记了这件事。在之后，陆明宇发来回国的消息，他选择去见陆明宇，跟他谈一下之前商量过的事。可你们抱在一起，我看着韩雨薇问道：“我亲眼所见了。”陆明宇闻言，直接给我肩膀一拳，叫道：“你小子，你有什么毛病？原来就是因为这个，你就满世界的躲韩雨薇？”我直接瞪了陆明宇一眼。陆明宇皱眉，随后点头道：“如果是因为这个，那确实是我的错。韩雨薇来到机场后，就对我说明了一切。我这妮子是不是想太多了？我早就结婚了，我老公我爱人。好了，我出国就是为了出柜结婚。”陆明宇接着说：“因为我是独子，父母不能接受，说我只是没有女朋友，不是真的喜欢男人。我没办法，只要请雨薇来帮我打掩护，假装是我女朋友，然后让父母放我出国念书，我出去才能跟老公结婚呀。啥玩意？你不是很多女生追你吗？没听说你是同志啊？我完全状况外，好像我闹了个大笑话。”陆明宇苦笑：“你觉得那时候我能让天下人都知道我是同志吗？那时代的环境允许我吗？到最后，小丑居然是我自己。等下，你不会看上我吧？”我傻地看向陆明宇。张碧芬在旁边捂着嘴笑，韩雨薇则是拉着我的手说：“现在我可以把你手给卸了吗？怎么要抓你这么难？还是该卸了你2条腿，让你明白什么叫不要乱跑。”我整个人陷入了混乱。如果事情是这样，我这几天奔波痛苦都是我自己在搞自己的，不要再离开我了，好不好？韩雨薇清澈的眼神看着我，我只能不好意思的对她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没有搞清楚，让你辛苦难受了。那我们先卸了她哪条腿？”张碧芬拿着刀叉，笑盈盈的问了韩雨薇：“不然卸了中间那条腿，根据我生物学的专业，只要少了烦恼根，就跟拆弹的公猫一样，都会很乖的。”我竟无话可说。这时候，韩雨薇溺爱的眼神看着我，说：“亲我一下，我就原谅你。”为了保命，没再有任何犹豫，抱着她吻了上去。旁边传来陆明宇和张碧芬的不满声：“喂，住嘴，请你们住嘴！吃着饭呢，怎么就亲上了呢？注意点场合行不行？这里是食堂，你们会带坏学弟的。”陆明宇说。之后我们4个人各自解散。韩雨薇本来想留宿，但我觉得她先回去照顾爸爸比较重要。我这里还得善后一下，跟面试好的公司道歉，然后再打包回去。半年后，我跟雨薇举办了婚礼，当然大学那群瓜农也都来继续吃瓜。张碧芬也带来她在学校食堂任职厨师的男朋友。陆明宇跟她的丈夫也一同出席了婚礼。因为之前短信里面说的公开，是陆明宇要跟你坦白，公开的宣布他是男同志，而且也把她老公跟他们领养的儿子跟女儿带回家。她父母经历了否认的4阶段，但看在小孙子孙女太可爱的份上，最后还是同意了。而韩叔叔，我的岳丈，是整场婚礼笑得最开心的人，而他也在婚礼后的5年，看到他的大孙子出世后，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人世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。小姨想跟大家说，2人之间有话要说，沟通才是上选的爱情攻略。一言堂故事会，我们下次见。